从《唐人街探案3》、《秘密访客》、《我的姐姐》，再到暑期档上映的《中国医生》、《盛夏未来》、《再见少年》。今年，演员张子枫已经有6部参演的电影陆续上映了。这些影片中，张子枫的演技得到观众的普遍认可。可这部《再见少年》真的是让张子枫栽大了，不少人都是奔着他去的，可他这次也叫人略略失望。《再见少年》的剧情节奏有点散，人物的行为动机也不太能立得住。电影的类型除了青春和爱情，还加了犯罪的剧情。但由于前面的铺陈太慢太久，真正犯罪开始的激烈部分又讲述非常平淡，高潮处理的方式让人觉得草草了事，导致整部电影不知所云。导演用了很老套的方式向观众展现了一个原生家庭的不幸。男主的爸爸是个酒鬼，还喜欢赌钱，他的妈妈被车撞成了植物人，所以男主在这种家庭中长大，理所当然成了一个性格有缺陷的孩子。其实不只是这部，他和吴磊合作的《盛夏未来》口碑一般，但已经是上映的作品里质量最高的。而剩下的《岁月忽已暮》和《秘密访客》则是惨不忍睹。最近正值娱乐圈大洗牌，大花不少都塌房落马，四弹双冰已成过去式，观众也把注意力放在这些小花身上，可剩下的小花们却还没见到哪个是真的能接棒的。张子枫人气是有的，也凭借综艺里不错的表现成为国民妹妹，颜值不差，但后续在影视作品上却有些高开低走。而她的好友也是小花之一的欧阳娜娜却差得更多。欧阳娜娜的演技已经是出了名不敢恭维，她的陆小葵和蚂蚁竞走10年已经成为她演艺生涯最大黑历史，然而她后续却没有更好的代表作来洗眼，自然就没什么竞争力。除了没演技之外，欧阳娜娜其他时候也不太招人喜欢，算得上是黑料满天飞。14年，还在美国费城读高中的欧阳娜娜，暑假期间参演了导演林超贤的运动电影《破风》，她还凭此获得第7届澳门国际电影节最佳女配角的提名，这成为她出道以来的口碑巅峰。但此后，无论是在其饰演郭敬明导演的电视剧中的陆小葵，青春片《蜜果》里的女主角鱼池子，还是在电影大片里饰演的配角，欧阳娜娜收获的均为差评，铺天盖地的谩骂亦随之而来。演的是个智障滚出娱乐圈等声音不时在她作品上映时传出。上综艺和男明星没有分寸感，好哥哥一箩筐，各种强人所难。拉大提琴圈粉，但唱歌真让人劝退，被潮没那个水平就不要去硬唱。随后的炒作恋情、炒人设等逐渐曝光，欧阳娜娜的口碑也越来越差。谁曾想她这1-2年不仅没有带来好作品，反而朝着网红方向发展。而同期的新4小花旦的还有文琪和关晓彤。文琪在影视方面是真没得说，她出演过高分电影《血观音》和《嘉年华》，奠定了她在影视圈的演技实力新贵地位。同时，作为4花旦之中的小透明，本身凭借少儿模特大赛出道，在13年的时候和韩雪一同合作了一部民国悬疑剧作品《淑女之家》。而她真正成名的时候是在17年上映的《血观音》，当时的她还凭借唐真这个角色获得了台北电影节当中的最佳女配，再加上文琪本身气质独特，电影氛围感很浓，本人也很少营销，不乱上节目消费形象，观众对她很有好感。只要好好演戏，文琪在电影行业还会有更好的前景。之前和邱泽合作的《生活家》也获得了观众喜爱，大家也很期待她的新版郭襄。关晓彤的事业规划则完全和文琪相反，关晓彤在之前则是被称为国民闺女，但是后来由于橡皮筋、老百姓等事件，让关晓彤在观众的口碑迅速下滑。尤其是在和鹿晗的恋爱曝光了之后，关晓彤在年轻一代的女性心中就更是一落千丈。但是后来凭借在综艺节目《王牌对王牌》之中的表现，由沈腾和贾玲两人带着，在节目之中也是展现了正面的形象，反而是扭转了关晓彤在路人观众之间的口碑。因为关晓彤在节目之中的表现偏向呆萌，再加上舞蹈担当以及大长腿，
再加上鹿晗本身的流量也是比不上巅峰时期，关晓彤的口碑反而上涨了不少。不过，最近放出预告片的《图兰朵》里，关晓彤更是被人吐槽妆容浮夸，演技更浮夸。关晓彤这几年醉心于各大综艺，成为了不折不扣的综艺咖。如果真能凭借热度成为顶流小花倒也不错，无奈在综艺里的表现着实一般，时尚感也是真不行，被人吐槽业务能力不行和土气已经成了常态。而作为新晋某女郎，刘浩存一直顶着耀眼的光环，毕竟有章子怡、倪妮、周冬雨作为师姐，刘浩存也备受关注。18年参与张艺谋为他专门制作并导演《1秒钟的女主》，从而正式进入演艺圈，后与易烊千玺合作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，并登上春晚。当时的刘浩存的星途可谓是一片光明，但是人红是非多，刘浩存的情商也引起网友热议。在央视的一起采访中，当主持人问刘浩存：“你觉得自己算是有天赋吗？”刘浩存回答：“怎么不算呢？”并认为自己算是大多数人的理想型。而张若楠来说，相比刘浩存来说，差的不是一点半点。17年出演《悲伤逆流成河》出道，今年《你的婚礼》又被许光汉抢了光彩，他还是没能出圈被记住，没有辨识度是张若楠最大的问题。网友都说他像这个那个，本人却记不住。而任敏因为和肖战拍摄《玉骨遥》的原因，也被大家熟知。翻看他的简历，当时和江疏影合作，出演了《清平乐》的最牵动人心的公主赵徽柔。去年他还曾靠《演员请就位》这个节目刷存在感。从14年出演鹿晗歌曲《勋章》MV 开始，到去年为止，就出演了3部电影、2部电视剧。虽然颜值一直被吐槽，不过任敏的演技还是经得起看，只要在演技上多下功夫，多拍好片，颜值什么的也可以被弥补的。而说起周也，当年凭借在《少年的你》中饰演的未来一脚一炮而红，不仅热度高涨，好评如潮，更是入围了第3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候选名单和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配角提名名单，获得了主流媒体的认可。但她却没能逃过高开低走的魔咒。即便在今年的热播剧《山河令》中，她诠释的小魔女故乡古灵精怪，但仍有不少人表示周也是吃了人设讨喜的红利，实际上演技并没有可圈可点之处。而这一点也在之后她主演的电视剧《阿瑶兰》播出时得到了印证。而反观频频拿出来与她比较的张婧仪，却恰恰和周也相反。签约东森娱乐的她，最开始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是周迅带她参加节目《向往的生活》。然而她腼腆的性格却让她在节目中的存在感不强，以至于很多人对她在节目里的表现毫无印象。去年夏末，她的首部作品热血青春片《疯犬少年的天空》播出，虽然这部剧在豆瓣评分高达8.1分，算得上是近年来非常出挑的青春剧了，但由于演员中没有大流量加持，因此并没有引起特别大的讨论和关注。这样的小花还有很多，随着各种8五花、4旦双冰的凋零，这些人能在未来担起演艺圈的重任吗？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，同时也不要忘了点赞、订阅、关注哦。